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，我是 Sandra。美国联准会在几天前宣布呢，连续第2个月升息75个基点，并且将基准的利率调升到 2.25% 到 2.5% 区间，利率的水准也来到近10年的高点。其实这次的升息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。而 Fed 的主席鲍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中也强调，如果通膨没有回落，下一次的联准会仍然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升息。不过他也松口，就是提到将会依照经济数据的表现，未来在某个时刻可能会放慢升息的步伐。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在28号晚间凌晨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呢，美国4到6月的第2季 GDP 为负成长 0.9%， 相对于就是预期的增长 0.5%， 季度增长率下降了 0.9%， 而这次下降从历史上来看，也预示着经济即将衰退。尽管 GDP 的报告显示第2季度结果是下降而不是增长，但是所有的资产类别却反应很好，传统金融和加密货币的价格都走高，像比特币甚至一路突破24000美元，以太坊也是突破1700美元。相较于传统的市场和加密市场走高的情形，债券市场就没有那么乐观了。根据28号凌晨公布的结果来看呢，2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超过了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，导致收益率曲线呈现倒挂。那从历史的数据上来看的话，美债殖利率倒挂这种情况呢，通常都是经济衰退的前兆。虽然拜登政府近期有多位的官员就是强调经济不必然会迈入衰退，但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的财政部长 Lawrence 上周接受 CNN 的采访时就表示呢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高，美国软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。那我认为现阶段整体的大环境目前也还没有明朗。如果真的是有要投资的朋友们，不妨可以再多观察一下市场上的情况，手上多留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。如果真的面临到经济的衰退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应对，或者是趁机的加码。聊完市场最近的行情之后呢，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则新闻则是关于 ETC 暴涨的消息。随着近期宣布以太坊主网即将在9月合并的消息，7月22号 V 神也在大会上回应矿工，他表示不会停止将以太坊转为 POS， 并且同时鼓励支持 POW 机制的矿工们可以转向 ETC 的社群。那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社区，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欢迎工作量证明的粉丝。如果你喜欢工作量证明，你应该去使用以太坊经典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链。那有趣的就是自从 V 神发表了关于以太坊经典言论的事，链上数据呢就显示近日新增的地址还有活跃的地址都大幅度的增长。ETC 的价格呢，甚至也意外的呈现爆炸式的成长，从28号凌晨的27美元，短短1天的时间呢，甚至是突破了45美元。那现阶段即将面临无法进行 POW 挖矿的以太坊，市场也预期会有更多的以太坊矿工逃向以太坊经典，使得以太坊经典的开采难度会暴增。那再加上就是以太坊经典自从4月底开始，区块奖励就减产了 20% 的分差。以上的这些原因呢，都有可能是造成近期 ETC 大涨的利多原因。第2个新闻呢，则是英国的法律提议要将加密货币纳入个人财产法规范。那根据英国法律委员会在28号最新发布的法律改革提议中就提到，希望他们将针对数位资产提供更广泛的认可和法律保护，并且他们也在征求了法律专家、技术人员和用户的意见之后，委员会认为现在的数位资产也该适用于个人财产法的相关规定。不过，由于就是数位资产与传统资产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，有几个关键领域呢需要进行法律的改革。因此，委员会也建议为数据对象创建一个新的财产类别，以将私有的财产法适用于数字资产。委员会的建议呢，是为了那些加密领域和 NFT 创建一个法律的框架，并
并且希望将英国变成全球的加密中心，甚至政府还委托法律委员会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提出规则。那法律框架的创建目的呢，都是希望承认和保护用户的权利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知道的是，英国都非常的积极，就是拟法或是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立法，监管加密市场。除了之前就是我有介绍过影片，英国政府即将计划铸造属于自己的 NFT 以外，甚至呢，英国政府还表示，也准备要将稳定币纳入英国监管的体系中。那这些种种的举动呢，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英国能够成为加密货币领域的领先者。那我认为啊，虽然说近期有不少的加密领域暴雷事件发生，但是这些呢都不影响英国有意发展加密货币。就某方面来说，这也证明了英国其实也是相当看好加密领域这块的发展，所以才会想要更快的就是建立这些完善的制度以及法律的框架。那第三个新闻呢，则是在遭受熊市重创之后，全球最大的公开交易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， 目前呢，他们的股价可能正处于多头和空头之间的拉锯战中。光是2022这一年 ，Coinbase 的股价呢就已经下跌超过70%。那根据数据的显示 ，Cathie Wood 的方舟管理投资已经售出 Coinbase 超过140万股的股票。虽然方舟管理投资出售的股票不到他们总投资的1%，但是 Cathie Wood 公司的出售仍然是提高了大家关注 Coinbase 的问题。那对于我们散户而言呢，现在最关注的就是，究竟现在是一个好的买入机会，还是一个离场的好时机呢？那投资银行 Needham 的分析师 John Todaro 就有分析表示，在看涨的情况下，加密货币价格呢将会继续的上涨。Coinbase 也会持续的增加他们的订阅和服务的产品。虽然说他们的股票存在相对的高风险，但由于就是机构对加密货币领域的持续兴趣呢，以及 Coinbase 的大量产品用力，分析师仍旧是认为投资者有机会接触到整个加密货币的生态领域。而至于在熊市的情况下，加密货币的价格将继续低迷，比预期性更限制性的监管行动。那这些行动将会继续软化市场对于加密货币的需求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啊，一些比较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就已经放弃了对 Coinbase 的积极立场。那其中这些投资银行就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。尽管说未来依旧是对于 Coinbase 存在着不确定性，但是一些分析师仍然是对 Coinbase 的前景抱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。OK， 那以上的报道呢，就是对投资者们皆不构成建议，投资之前还是要谨慎的评估自身的财务状况以及风险衡量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